房价还会涨吗？这是一个中国人问了20年的问题，而现在他已经没人问了，因为连中国当权者自己都认怂了。2025年5月22日，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陆家嘴论坛上罕见发言，直言房地产回不到过去的辉煌了，指望房地产拉动经济已经不现实。紧接着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开发文指出，楼市不能再指望有大规模反弹，尤其是在供过于求的大背景下。人民日报也发布评论，不能再幻想房地产回到黄金时代。一周之内，3个最具代表性的官方声音不约而同地给楼市判了死刑。而早在2024年11月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厦门大学教授赵燕京就说出惊人预言，未来10年，中国房价将下跌80%，一度被认为危言耸听。但仅仅半年后，这一判断正在迅速兑现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4月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，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城市达到64个，二手房价格下跌城市高达68个。其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1线城市房价集体下跌，深圳二手房均价已跌回2017年，广州2025年第一季度楼市成交量同比腰斩。3、4线城市更是断崖式崩盘，海口、长春、呼和浩特、泉州、洛阳等城市房价同比跌幅超过20%。而全国楼市成交面积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低点，同比跌幅超35%。这不是短期调整，这是塌方。二手房挂牌量正在形成悬崖。据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5月，全国重点50城二手房挂牌总量突破531万套，为2021年的 4.6 倍。北京突破38万套，上海破48万套，深圳也逼近30万套，杭州挂牌量则高达51万套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有的房子挂了2年都无人问津，房东反复降价，仍然无人接盘。在小红书、知乎、微博上，有无数血亏卖房的惨案。南京河西一套240万买的学区房，如今135万无人接；重庆一业主480万买入，挂220万无人问。广州天河的刚需盘跌破3万每平方米，还得送车位。这不是市场情绪崩了，这是资产信用破产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房价崩塌已经让中国家庭倾家荡产。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在一场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，过去10年，中国居民财富增长的70%来自房产，现在这些财富正在迅速蒸发。这并非危言耸听。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报告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居民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77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所有的财富几乎都压在房子上了。而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个人房贷总余额为38.6万亿元，占 GDP 的近30%。其中，中青年25岁至45岁房贷比例超过65%。现在房价普遍下跌20%至30%，意味着数亿中国家庭的净资产被蒸发10万亿元以上。一个深圳白领在社交媒体上崩溃哭诉：2019年上车，月供1.6万，现在房子贬值90万，每天睁眼就是负债的噩梦。还有武汉的程序员说，我当年掏空6个钱包买的房，现在不仅贬值，楼盘还停工。我爸妈的退休金，我媳妇的嫁妆全没了，一套房子毁了3代人。而与此同时，年轻人却不再上车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2025年购房意愿报告，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，有购房意愿的比例降至史上最低的12.4%，其中超过一半表示坚决不买房。
B 站、微博、小红书上充斥着租房自由、拒绝背债、远离房奴的标签，买房反而成了蠢人行为。一位90后在微博写下爆款评论：不买房、不结婚、不生娃，就是给自己留条命。这条评论获得了32万个点赞。中国人正在从全民炒房时代进入全民弃房时代。如果说2021年是房地产走下神坛的开始，那么2025年就是中国房地产彻底躺平的一年。你以为还有春天？但1线城市已经开始裸奔，2、3线城市则是贴地飞行，到了4、5线，那是房价清零的战场。哪怕北京高层已经放弃了房住不炒的口号，开动了财政、货币、信贷、行政等全部机器，市场依然毫无反应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全国一手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0.3%， 同比下降高达 25.4%， 创下3年来最大月度跌幅。房地产信心指数跌破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，而居民贷款余额更是出现罕见的负增长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居民中长期贷款，主要是房贷，同比下降 1.2%， 这是有统计以来首次下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人不愿意再背负房贷了。换句话说，房地产已经失去了它最后的支撑——信仰。资本也在用脚投票。2025年第一季度 ，A 股房地产板块整体净利润同比下滑近 50%， 亏损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。Top 20房企中，超一半以资不抵债。碧桂园、融创、恒大之后，新力、华夏幸福、泰禾、宝龙地产也陆续爆雷。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中国已经有超过30家中型开发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在债务危机席卷全行业的同时，房地产美元债违约率持续攀升，已高达 36%。惠誉与穆迪分别将多个中国房企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，甚至连地产之王万科也在2025年3月一度爆出供应商讨薪堵门、合作方联合维权的消息，市值一夜蒸发400亿元人民币。一位房地产高管匿名表示：“我们现在连发工资都靠借贷撑着，根本无力拿地、开盘，甚至是交房。”据克尔瑞研究数据，截止2025年5月底，全国累计烂尾项目数量超3500个，涉及购房者超过900万人。这些烂尾楼的背后，是成千上万对年轻夫妻掏空6个钱包的血泪故事。有的人在地下室住了3年，有的人贷款还了4年，却连钥匙都没摸到。越来越多的购房者选择集体断供，维权潮此起彼伏。仅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法院登记的购房合同纠纷案件数量高达13.2万起，同比上升 71%。房地产已经不是安居的代名词，而是吸血机器。而且，随着房地产陷入深度泥潭，不只是购房者受伤，整个城市的运营系统都在震荡。过去10年，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？不是税收，是卖地。土地财政曾撑起 70% 以上的地方可支配收入，但2025年这一切都断了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 1.95 万亿元，同比暴跌 36%。其中一些3、4线城市的土地流拍率甚至高达 75%， 无人敢买。土地卖不出去，地方财政立刻出大问题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高达72万亿元，占 GDP 的 55% 以上，超过国际警戒线。更严重的是，部分地级市已经开始卖政府大楼，裁员降薪。比如山东某市将3000平市政府办公楼挂牌拍卖，
起拍价仅为1300万元。云南某地级市宣布公务员薪资下调15%。如果说前面是冰山，那么现在出现的是冰川。房地产泡沫最核心的需求端，年轻人正在系统性退出这个市场。根据 BOSS 直聘发布的2025中国青年就业与收入调查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35岁以下青年中，仅有 7.8% 有购房意愿，创历史最低。而2025年中国婚姻状况白皮书显示，25至35岁的单身率已达 52.4%。我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买房，也不生娃成了新一代的主流人设。知乎、小红书、微博等平台上，租房躺平、抵制买房、断供跑路成为热门话题。从家庭结构上讲，中国的少子化、老龄化趋势已经让楼市进入到 U 型曲线的下降阶段。房地产早就不是一个产业，它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。根据社科院数据，房地产产业链对 GDP 的贡献高达 24.5%， 涵盖70多个关联行业、数十万个配套工厂、上亿个就业岗位。一旦楼市崩溃，所有人都将无处可逃，家电厂商订单腰斩，小米、美的、海尔纷纷裁员过冬，建材、钢铁、水泥企业订单断崖式下滑，家具、装修、设计行业出现关店潮，银行坏账率激增，房贷违约潮隐约可见。据银保监会公布数据，2025年一季度，5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全部上升，其中房地产贷款坏账率飙升至 6.7%， 为历年之最。房地产下行意味着中国财政失血、就业断裂、消费萎缩、金融系统动摇，最终就是整个中国经济骨架断裂。房地产曾是中国人信仰的图腾，是几代人的奋斗目标，是无数家庭的全副身家。但现在，这一切正在轰然倒塌。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行业，其实它是一整座虚假繁荣的金字塔。政策已用尽，信息已耗光，数据已冰冷，房价还会跌，城市还会穷，开发商还会爆雷。黄奇帆说的没错，房价反弹，那是痴人说梦。而赵燕京教授也早已敲响警钟，房价每跌 5%， 就蒸发19万亿财富。可北京当权者依旧在继续幻想只要再来一针刺激，就能让尸体动一动。但这一次，尸体不会动了。